2025年之后，这个世界会被川普搞成什么样子啊？现在还加上了马斯克、川马两个人在一起，人家想说这是疯批组合哦。因为两个人有多疯，一个人呢去乱美洲，川普呢就这样从这个北极圈哦到巴拿马哦，就开始已经在物色这接下来要买哪里了。那这个马斯克呢是到欧洲大乱一场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川普要在美洲扩张版图哦。这个川普的儿子呢，他就抛出了一个图片，他说：“呀，这个是川普的购物车，包含了加拿大丁丁、格陵兰丁丁、这个巴拿马运河丁丁，都已经被一键加入了川普的购物车啦。”那川普还觉得很有趣哦，还自己也转发，就说：“对，我们回来了呀！因为现在川普正打算领土扩张嘛，不是我们说的哦 CNN 的标题这样子下哦，所以现在大家发现川普是来真的呀。”那他甚至还贴出了一张这个巴拿马运河上面挂上了这个美国国旗，就说欢迎来到美国，所以美国真的要扩张领土了，包含加拿大，他不是也说是他的51州，本来觉得只是在羞辱杜鲁道，没想到他是来真的，他真的心里面是这么想的哦。那连这个马斯克也这个看热闹不嫌事大，还配合说太酷啦，所以这个事情，川普跟马斯克真的是接下来2025恐怕是很精彩的哦。那你看这个丹麦也感觉到危机感哦，就觉得哦，川普好像是认真的哟，认真要买格陵兰哦，所以丹麦呢，他们现在要提升他们的防卫支出。那丹麦的防长就讲说，我们将会购买2艘新的巡逻舰哦，2架长程无人机，然后呢要用于首都，然后这边来升级这个格陵兰3个民用机场，以便能够处理 F-35超音速战斗机的起降哦。那看看这个，其实川普的一些前官员在讲哦，川普买格陵兰不是玩笑话，为什么是前官员说呢？因为他上一任就已经说要买格陵兰了，他是认真的，他是在顾他的北极战略，要跟中俄来做对抗哦，所以他现在高分贝买这个巴拿马运河啊，格陵兰这个主张，前一阵子调侃说，加拿大是51州。大家以为是嘲讽，但是不是，他是要执行他的美国优先战略哦。所以 CNN 在讲说，其实川普这样子扩张美国的版图计划，直逼路易斯安那购地哦，所以又要重演了。那我们刚刚讲到马斯克是在欧洲这边乱政嘛，那欧洲现在很跳脚，他光是12月已经3度，应该已经算第4度了。前面3次呢对欧洲的发言，一次是去到英国的改革党跟这个法拉吉会面哦，然后好像要提供大笔的捐款呐，然后12月20号的时候又因为这个冲撞事件要求这个肖兹要下台，甚至还讲说，德国的极右翼才能够救国。那他讲说，肖兹其实是一个无能的傻瓜，在这个汽车冲撞事件，因为在这个耶诞市井竟然发生这个事情所以他说，因为你肖兹无能嘛，那所以他最近一直频频的对于这个欧洲的政治在发言让欧洲感觉到一种威胁感。你看欧盟已经跳出来了，就欧洲的极右派说，呼吁欧盟要以干涉为由，要来制裁马斯克因为他会透过他的 X 就社交网络来干政。那是不是现在真的他已经不掩藏他的野心了？传说他现在不是在意大利嘛、英国嘛、德国都是支持极右翼的政党所以面临到这个干涉选举的指控。那这其实也对于这个欧美的接下来的关系可能会造成严重挑战，也或者对于川普和马斯克来说，我就是本来就是要这样子来挑战你我就是要来影响你，接下来你要跟我好，必须是我支持的那个政党才行那再来，这个川马风感很重，现在企业都自求多福。昨天也发生一个状况，就是美国联邦航空的管理局在平安夜发布了全国范围的停飞令那他们没有交代是什么样的技术问题，只是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说，乘客的安全是首要的。所以到底是什么问题不晓得，就感觉好像美国有一些奇奇怪怪状况陆续在发生，一下子无人机，一下子又航空瘫痪那这个马斯克呢，现在甚至说连对 Fed 这个联准会呢都要开始这个大开杀戒就说因为员工太多啦，所以必须得要裁员。
那他还讲说，美元接下来会一文不值哦。他说，因为现在美国正在破产，如果我不裁员的话，那美国就会被你们给拖垮哦。所以他是在这个 podcast 上面，一些节目在讲说，这个财务敲响了警钟。那所以呢，这个是讲了一些种种这种危机的言论呢，美国企业听懂了。要抖内是不是？所以你看啊，福特也好，通用也好，赶快去抖内啊！就说，哎呀，这个川普的就职典礼，我们来买单，我们还提供车子哦，哎，这样的一个风气带动了，连日本也赶快，丰田也说，我们也来抖内这个100万美元呐、因为现在你不有所表示，你看现在美国的一些科技业大佬，以前站在川普对立面的，现在都纷纷要去到这个海湖庄园。那当然，这些汽车业想要在这边混下去的话，斗内看诚意哦，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怎么看？其实川普有人说，哎，他是疯了还是怎么样？那怎么搞的？还要21世纪还要扩张领土，而且他这个领土不是无主地啊，现在都是别人的领土啊，法律上啊，所以以为他是真的好开玩笑，因为他是玩真的。比如说对巴拿马运河，他后来不是巴拿马总统讲的吗？他说，巴拿马运河的每1平方公尺的土地都是巴拿马，而且继续会是巴拿马的领土啊。那川普就把这句话放在他的Truth Social里面，然后他上面加了一段话，这个图他就是写了这个巴拿马总统这样讲，上面他加了一段话，他说 ，We will see about that， 意思就是什么翻译中文就是说，我们会看着办。用俗语话就是我们会看着办，意思就当已经呛了，因为他讲这个巴拿马他必要的时候他会收回啊。巴拿马总统不是出来讲话了吗？对，川普不是没回应啊，狠话的。川普不是没有回应，川普又在他的这个现在什么这个叫什么海湖庄园，美国第2个白宫的这个又发表另外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会看着办。你而且是针对巴拿马总统讲这句话哦，所以他还刚开始哦，所以不是玩假的。然后讲到这个格陵兰啊，格陵兰这块土地，说实话应该是属于爱斯基摩人的，他们现在叫纽因特人啊。爱斯基摩人基本上是我们蒙古利亚种的，你去看很多还是跟我们长得很像啊。那当时他这个挪威啊，还有就是丹麦这些国家，芬兰。他们这个瑞典，他们也历史上他们也曾经移民过，就是想要在那块土地上生存。他们的历史记载有1000人、2000人移民过，可是很奇怪，结果他们完全退出了，没办法生存。也就是他那个人也不是说人种，他后来没有办法在那个土地上生存，所以到现在他这个格陵兰现在这么大一块土地啊，2160万平方公里啊，比中国的新疆还大哦。这么土地啊，只有大概55000人，基本上都是什么？都是爱斯基摩人。就是蒙古利亚种的爱斯基摩人。那这个当然当时就是说，北欧的这个政治的因素，最后丹麦拿到了所谓的他的所有权。那谁承认丹麦可以拥有这块土地的？对。这很奇怪啊，这个土地应该是属于纽因特人的，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川普事实上他第1任的时候就推出这个美国这个从丹麦手中拿到拿到这个格陵兰的计划，他的计划里面有一点就是要那个55000现在在这个格陵兰的原住民要得到他们的同意。然后呢，也说我会付一笔钱给你美国，付给你丹麦。丹麦现在就说，哎，我已经加强国防了，你不要想来抢我的土地。可是他加强国防，所有加强买的新武器都是美国的，包括 F-35战斗机。干嘛他准备跟美国打一仗吗？我看川普现在这个加拿大有异议，这个巴拿马又加上一个那个这个格陵兰真的，他那个4年可精彩了。美国开始出现一个美国的汉武帝要开疆扩土了，我们大家准备看好戏。
对，所以川普真的是把国际政治搞成了企业并购哦。哎，跨国企业现在搞并购，我要把你给买下来，把你给买下来。第一次听到人家这样子的语气在讲国际政治哦。我们来问盛峰哥，其他我不敢讲了。巴拿马真的要抓了一弹，不要忘了，我记得叫诺瑞加吧，这在布希的时代里面，美国是把军队就直接开到巴拿马的总统府啊，然后用着强大的压力啊，把巴拿马的总统抓到美国去审判。那你觉得他们要占巴拿马运河又怎么样呢？过去美国在全世界啊嚣张惯了，那我们常常讲说不要干涉国家的内政。现在欧洲这类国家发现啊，怎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来干涉我的内政？那个人叫马斯克。对，马斯克之所以可以干涉内政，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影子，那个影子叫川普。假如他只是有钱没有钱，有 money 没有 power 的话，也没有人会理他。今天我们就发现，在好莱坞电影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个有钱的人，然后他对世界有野心，那我们觉得那是好莱坞写的剧本，然后0077把它给破获了。那现在我看这个不是剧本，就在马斯克的身上啊正在发生。我把它统计一下，您知道他最近呢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第一个，他就是以一个背着川普的一个光环，然后呢世界到处啊去跟欧洲的领袖去会面，而且都是跟右派的领袖啊去会面。再后来呢，公开的在 X 平台里表达了支持。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里 ，X 平台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英语世界的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角色。他也因此今天又背着一个光环，自己又有一个媒体的平台，又有所谓的这一个世界首富、成功科学家、天才的这样一个形象啊，他大胆的用这样的角色，至少在这100年来我们没有发现的一个角色，是影响了国际政治。那这个呢，已经影响到那欧洲这些国家现在在抗议了。你怎么可以干涉我们的内政？那为什么他说右派的才对，其他的不对？那你不觉得过去颜色革命的时候也是不干涉人家的内政吗？只有我的才对，你们不对；只有我的民主神教才对，你们的都不对。那跟今天马斯克说只有右派才对，其他不对，肖之宁是一个无能的蠢蛋，对吧？然后呢，右派啊才可以来拯救德国。请告诉我，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乌克兰战争他还插一腿，泽连斯基打电话去找这个川普的时候，他也在中间呢，也一起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美国的支出，这个 FED 的人是不是够多？他已经花了很多的话语了。我们发现了，成功的企业家有一个好处，他成功有一个缺点，他自认为他的成功可以带来世界的改变。可是别忘了，那是你的王国，你可以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但是你要干预的是国家政治啊。很抱歉呢，连到裁员呢都很困难的。好，请教舰长。我们来看刚刚这个购物车啊，那这个购物车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上而下分别是啊，那个第51州的那个加拿大，然后呢，已经换头衔了他。然后还有格陵兰，那这个最下面的就是巴拿马运河的部分了。这个川普果然是很疯啊！他讲说要收购格陵兰，收回巴拿马运河，吞并加拿大，然后未来甚至可能要入侵墨西哥。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的话，他在做什么？他其实在巩固他在美国的孤立主义。他有讲亚洲吗？没有。他有讲欧洲吗？有。他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通通都要增加军费啊。那其他都没有讲，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信奉者啊。另外呢，他这个的外交的这些辞令里面，其实充斥着什么？充斥着恶搞，然后还有一个谈判的筹码，还有恐吓。那我们刚刚已经听了很多啊，其实都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商人性格，就是他当年做一个地产大亨，他就是这样，对于他的对手就是这样用的，所以大家都不要太奇怪。但是呢，根据他在 1.0 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状况的话，其实真正付诸实现的并不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是真的，也就是对于格陵兰的部分啊。格陵兰其实在1916年的时候，丹麦将这个
维京群岛卖给美国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附加条件，也就是美国要承认那个丹麦在格陵兰的这个主权哦，所以现在呢，美国可能要从这里面下手了。那格陵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啊？其实我们看到这最上面呢，也就是有关于北极圈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讲到从墨西哥湾上来的洋流，然后经过了这个无论是八分湾或者是戴维斯的这个海峡。也就是这里的，也就是它的东西两侧都适合建港。那这个建港之后呢，也就是我们刚刚对照我们刚刚看的，它只要有港了，也就是它可以遏制着这个我们看到说进入北极海的另外一个缺口，这是我们看到格陵兰的部分了。那你说，这为什么在西边这个部分呢？也是因为其实每年5到7月的时候，它这个八分湾里面就已经适合这一个航运了，所以其实川普在下更大一盘棋，但是他针对的是美国的安全问题。那对于有关于亚洲，对于欧洲，我们不要想太多。那至于说要炸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看一看，连这个巴拿马的总统都比我们硬气呀。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中美已经进行到了无人机战了。川普引荐了多位科技精英接下来要进入到五角大厦。因为呢，不是之前马斯克有在讲说，哎呀，谁现在还在用什么 F-35所以现在这个高科技迎接无人机时代所以已经有非常多这种科技精英要进入到五角大厦来开始来自主系统的这样去转而研发这种成本比较低的自主系统的无人机啊、无人舰艇来取代原本这一些F-35之类的。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华府的议员现在也提案说要禁止2大中国大陆的品牌在美国销售那当然就包含了这个知名度最高的大疆他们说，因为呢大陆的这种飞行设备呢在市场上面已经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华盛顿邮报就讲说，现在大多数商用的无人机其实在美国你要买的话，买到好用的，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中国大陆所制造的所以他们已经变成美国立法者盯上的另一个打击对象，也就是华为之后打大疆大概有这个态势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疆在这个美国的应用真的是非常广，比方说像搜救这个大疆无人机搜救这种遇险的人员因为之前他们用了自己美国的无人机，发现有一些比较高的地方还飞不上去，所以他们就说不能没有大疆大疆现在已经在美国占了80%以上的市场另外还有农民的施肥大疆也有专门的农用无人机所以它针对不同的这种情境都有开发不同产品。那所以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很多美国的用户从警察到农民，甚至是地图的绘制者还有电影拍摄的就各行各业都很依赖大疆无人机那所以现在这个状况，恐怕你要跟美国想要跟中国大陆打无人机战也不是那么容易，哪怕是在生活上面的层面那另外这个电动车战又怎么办呢？特斯拉因为现在有这个马斯克的加持感觉上面股价一直在涨马斯克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又变成了全球首富的位置嘛。但是巴克莱却是看衰的。那他就讲说，现在特斯拉汽车跟这个能源业务可能会就未来比较看淡，他往负面来看所以他觉得未来几个月股价会大幅回落。还不止如此以前重压特斯拉的女股神
发现他现在竟然这个方舟投资的执行长伍德，就是被大家称为女股神嘛，他现在在大量出脱特斯拉的持股哦，哇，这也是一个警讯哦。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的电动车整体来说，在这个中美电动车的较劲上面，一直都是在这个位居下风哦，甚至还传出很多的这种电动车厂在裁员呐，甚至还有的是已经这个快要破产哦，已经在关厂的这些危机都出现了。所以你真的还要继续这样子打这种电动车战好，或者是打无人机战、晶片战吗？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讲了一番话哦，这个是弗里曼。弗里曼他在纽时里面他有他的专栏嘛，他又有一个新的投书了，他就讲说，如果我是川普的话，我就会再搞一个尼克森访华行动，那就是一个尼克森访华式的与中国和解。因为呢，你这样子打下去，其实并没有真的就美国没有捞到好处，可能自己也会面临到通膨的危机啊。那他这一番建议，不知道川普听不听得进去哦。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大陆倒是在积极的做这个金砖国家的这种增援，除了原本的会员国之外哦，今年还新增了4个会员国，就是埃及、伊索比亚、伊朗跟阿联哦。那除此之外呢，又有9个伙伴国要陆续加入啊，将会在明年的1月1号正式成为这个伙伴国家。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讲说，这代表着全球南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也就是金砖啊，不跟你美国玩，大家都希望说我们把经济搞好哦。所以如果美国再继续这样子搞对立下去的话，恐怕反而是在跟全世界唱反调。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啊，他说金砖机制代表着进一步扩大感召力、影响力更加显著变成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也就是呢，来对抗欧美国家，就是其他小国们。我们想要搞经济，我不想搞对抗，可能就会转向金砖国家。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现在事实上的话，这个无人机来讲啊，这个大疆实在是超越美国的这个无人机太多。其实美国想要进无人机的时候啊，美国的包括政府部门，包括他们警察部门啊，还有他那个科研的部门，还有他的农业部门啊，都反对。那更不要讲，就是说实际已经在应用这个好电动，就是这个无人机好，在他们的生产或工作的这些好单位，包括很多农业公司，包括甚至有一些好这些好在探勘这些好这个绘制地图哈，或者看穿地形的这些公司哈。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找到替代品，就是说美国的产品不但贵，而且性能差太多了。所以呢，大疆的无人机不是说它市占率高，而是因为它的不可替代性。对。那现在事实上的话，美国因为一直没有对大疆的动手的原因啊，因为大疆就是说，在美国认为，美国人现在对大陆产品就是说，哎呦，有安全的考量的时候啊，他就是会很他怕大疆的机子哈。上面那些摄像头哈，那不管是美国人用还是谁在用的时候，他会有一份哈，直接送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情报单位啊。因为美国现在是草木皆兵，你记不记得大陆卖的那个龙门这个哈，就是龙门吊哈，美国也要进，说它上面有的晶片哈，可以收集美国的情报，哇，连龙门吊也是有间谍活动。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大疆的这个机子是早就想要动手了，可是就是说国内的压力蛮大的，替代品找不到。那你甚至他那个警察啊，他们办案的时候啊，需要一个性能好，然后呢又不会太贵的，用上这个大疆无人机已经用上手了，你叫他买不到，对啊，他们事实上难以割舍了。所以现在美国，不过我认为就是说，基本上美国还是会对这个机子下手的。因为他们认为，就是用美国的市场可以怎么样阻止大疆无人机的进一步发展？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超过他们的对现实的认知。美国市场不是大疆的唯一的主要市场，大疆在全世界都是大疆无人机。你去看台湾的市场，你买无人机买到谁的？对不对？就是大疆嘛，黑熊学院黑熊学院都在用那个大疆。我们是国家队，不要这样说。我们有国家，可是问题你到市场上看就是大疆对，我们是国家队，里面是大疆的零件。大疆零件，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越要打压中国大陆产品啊，他会发觉问题是越来越困难。对。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啊，其实不论无人机或者是新能源车，
或者是 G20 跟G7 跟所谓的南方国家这一个金砖国家的一个比较，美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要不要面对中国实力的崛起的事实。那面对这个事实，你是想尽办法去把它给压制，或者想尽办法在这个当中，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呢，像过去一样，全球的合作共同来取得胜利。这美国要想，究竟要跟中国进行一场拳击赛，或者要跟中国进行一场田径赛。拳击赛就是我把你打倒才叫赢嘛。那田径赛说，那我要练身体，练得我跑得比你快，我就是赢。在各自的赛道上，今天显然美国想要走的是拳击赛，而不是田径赛。问题是越来越差。举个例子，他现在把所谓的科技专家都集合起来，要来研究怎么样再来突破。是的，你可以研究出来，你的技术也可以创造出来，但是谁帮你制造出来？这是美国今天最大的困难嘛。就像当年我们所知道的，你说录影机也好，录音机也好，电视机也好，最大的发明者是谁？是美国啊。最后把这个产业发扬光大的是80年代的日本啊。所以因为什么？你的生产力就不行嘛，你的 RCA 就是会被Toshiba取代掉，就是会被 Sony 取代掉嘛。那今天呢 ，Sony 这些也都被谁讲？一样又被中国大陆取代掉，因为它的生产力是够强。所以这个时候，假如全世界大家能够分工合作，不是一个霸权主义，你掌握你不断创造的高端，这边不断的来创造这一个怎么样这个产品，然后物美价值的产品，全世界可以享用更好的条件，这不就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概念吗？只是希望可能不太容易，因为他们习惯于殖民地式的霸权，可能不太习惯于中国传统文明基因的这一种王道文化，可能不太。所以日本学了欧洲嘛，这变成了西方霸道的鹰权。到今天，鹰权也装不成了，现在越来越像哈士奇了，是吧？那这个呢，中国呢，开始慢慢在世界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南方国家要加入？就是王道文化的展现。美国做一个选择。要做一个田径赛的竞赛者，或者要做一个拳击赛的搏击者。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啊，美国用各种的方法啊，建立起那个小院高墙，想要让中国大陆的产品啊没有办法输出，没有办法获利。但是事实上可行吗？事实上不可行。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来看大疆的这些产品哦，我们现在的认知只是2025的中国制造而已。但是如果你去看央视的话，央视在讲什么？其实他们现在在做的已经不只是中国制造而已，他们现在讲的是大国品牌。大疆是不是就是一个大国品牌？是啊。比亚迪是不是一个大国品牌？是啊。品牌之后要做什么？标准。那一旦建立了标准之后，那就是你美国或者是欧洲这些国家你所跨不过去的鸿沟啊。为什么？因为当我有标准，我就可以创造更大的规模经济。那个时候真正的那个被高墙围住的，也就是你美国啊。那很荣幸的啊，我在这个礼拜一，也就是23号，我获得那个传正文化博物馆。那个传正文化是什么？传正文化也就是当年这个在这个马尾的做了第一个船厂，也就是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做的第一个那个船厂，还包含学校啊。那个当天啊，那他158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加更号的这一个研究那个科考船，他也在这边开放。他那个时候我又跑上去看了，而且他根本就开放你照相。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国的自信啊。那我们有这样吗？没有，其实没有。那同样的，
这个样子的状况，世界各国都看得到啊。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进入到金砖国家，虽然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这一些金砖的伙伴国，它的一个权利义务关系跟成员国并不太相同啊。那但是大家都愿意秉持这个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而不是用实力来讲话。用实力来讲话是谁？就是你美国嘛，然后你就在你 G7， 你就在 G20， 你就在 OECD 里面，让这一些南方国家根本就没有发言的空间，然后就是什么都是你们这一些先进国家全部那个赢者全拿，然后其他的国家在后面怎么追都追不上，然后你们制定了一大堆的标准，只适合你，当不适合你的时候，你又不遵守，不是吗？当初不是大家都要遵守巴黎协议吗？我们看到拜登任内，他一开始不是说做电动车，他要做多少的这个充电桩？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哦，是不是这个又有一个变数出来了？现在川普呢派任叫做柯博吉的这一位来担任国防部次长哦。那人家说他是谁呢？他会影响到我们吗？可影响了，因为他有一个主张哦，他多次主张，如果中国大陆跟台湾发生战争的话，应该要先下手为强，摧毁台积电在台湾的晶圆厂哦。那他说这个决定并不是由台湾来单独决定，会由美国跟台湾一起来决定啊！哇，这样子的人来担任这个国防部次长的角色，那代表说他是有这个可能会站到这个决定的桌子边的这一个人哦。那是不是真的有可能一旦爆发冲突，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呢？那我们来看哦，这个美国智库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展现了就是提升台湾士气的一个这个。等于说支持哦，美国呢可以利用这个美台之间物品劳务相互提供的协定呢，接下来让美国的军机在台湾补给加油，来吓阻中国。那这个方式呢，就是说，美国的军机可以来这边来加油，这是一个低成本的方式来提升台湾的士气。这意思我们换成白话文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来这边。好，我们来加油，加油好吗？就是这样子哦，这意识上面告诉你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就这样飞走了，这样我们就很满意了嘛？就让大家觉得，人家都讲那么直白了，不知道民进党要怎么样来转这一番话哦。那再来看看这个马克宏啊，说现在这个法国的航母戴高乐号将在明年的2月到3月之间要停靠日本，就说也要到日本这边还要来军演了，要展现出来好像支持。这个站在台湾这一边，他说这个意义非凡，那标示着美国，就是法国的航母40多年来首次部署到更广阔的区域，更广阔区域就是在印太这边要搞一些动作嘛。那美国呢，其实也跟日本呢，又马上要有一个军演，他们要执行双边联合军演，堪称近年来数一数二的大规模。那它的空域包含了这个东海啊、日本海之外，还包含了冲绳的东南部，就是太平洋的空域哦。所以宣示，这个日本周遭啊这些区域的安全性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宣示的意味比较多一点？那再来看看。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现在好像这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国家哦，现在也很积极，想要把印太这边也搞成了印太北约。那中国大陆这边有一个动作哦，就是076的新消息哦，2栖攻击舰即将要下水，它的排水量是5万吨，搭载了电磁弹射器。那它其实比起原先预估还要更大一点哦，可能接近是5万吨。那如果说这个判断属实。
的话，恐怕是全球最大的2栖攻击舰哦。它虽然只搭载了1台电磁弹射器，但是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就是针对航空任务来做准备。那航空任务呢，其实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它可以高频来使用无人机哦，尤其是重型的无人机是可以在这边好像有一些起降的这个空间的，所以感觉上它意义更为重大。那还有一些专家在解读说，这一次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这样子的一些演习演练呢，就是在释放讯号，就是要给你美国、日本、菲律宾你们这些人看看，不要来介入台海的危机啊。跟第一岛链这样子讲话呢，这是一个讯号。那第二个讯号是在跟谁讲话？就是在跟北约啊，北约你们现在什么动不动这个法国也来，动不动德国也来哦，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7大关键原物料呢。中国大陆因为掌控了这些，所以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北约的国防，因为北约的一些军事发展跟战备能力都需要用到这些重大的原物料。那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持续强化跟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嘛，所以我直接掐住你想要来这个印太使坏呢，你还搞不成你的北约我先把你原本的北约的武器先让你弄不成了，这就是一个反掐脖子啊。那再来，这个北约现在其实也是蜡烛2头烧啊，因为川普动不动就喊着说，美国也要退出北约哦。那北约的一些这个前线领导人，他们讲说，如果没有美国的话，北约是没有办法单独对抗俄罗斯的。所以他们现在也是很着急啊。这个俄乌战争如果继续，川普又要退群，那这个北约该怎么办啊？那现在还有另一个危机来自于白俄罗斯。它现在正式成为了全球第10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那结果现在欧洲跟美国都好沉默因为来自老大哥就是俄罗斯提供嘛，他们现在有永核的这个消息，欧洲各国很意外都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是嘴巴都闭起来，可能现在也在观望当中。那再来我们看看。第一岛链是不是现在也有一些洗牌？因为马上这个现在倒数20多天川普就要上任了。日本、韩国都有一些动作，因为知道原本的拜登靠不住了嘛，现在自己本身双方还先通了电话。这个日韩的外长先通电话就是在尹锡悦被弹劾之后，看到双方通了一下电话，就最近呢北韩的局势还有这个印太方面的一些合作，来进行一些交流。那韩国的外长呢是跟王毅通电话，他说韩方非常珍惜现在目前双边良好的势头是不是也要赶快释放一些讯号给中方，就说我们其实也没有完全是站在美国这一边啊，因为美国自己现在都易主了，现在已经不是拜登的时代了，他们当然得要赶快打好一下周边的关系。那王毅就回应他啦，他说中方注意到韩国最近近期的一些局势变化，但是中方奉行的就是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那双方就是互相来推动伙伴的关系持续来这个往上提升。日本动作更大啦，在耶诞节这一天看到了这个日本的外相他跑到北京去找王毅聊一聊水产聊一聊进口就说战略互惠所以你看看现在看起来是不是中国大陆也在做一些反制的措施？本来是美日韩连线是要对抗中国大陆跟这个朝鲜那现在是不是反过来我分别击破，我跟日本也聊聊，跟韩国也聊聊所以这个背后目的恐怕是为了川普要来了，所以现在整个第一岛链也在洗牌当中嘛。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美国这个现在这些鹰派人物纷纷上任那尤其现在这一位这个国防部次长他这个要炸台积电的部分我不晓得我们现在这个政府有没有一个妥善的一个答词。对于这样子的情况，应该他现在已经进入了正式的政府部门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这个这个关切我们核心利益的这个做法这个做法，我们应该有一个立场声明，不能够保持缄默。因为这种说法实在是有点捞过界了，对。那我们家里面的产业怎么会美国人来决定来要把你炸毁，对？那你美国陷入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到美国去炸毁一些美国的一些产业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论调在过去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保持太强度的这种缄默，人家都已经把你家里面的事情
他管到手都伸到你家里面，居然都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我觉得这个是整个的外交部门的失职跟怎么样，跟整个失能了。他完全忘记了，他这个整个对外部门他是要捍卫台湾的利益的，对他有捍卫吗？中华民国的利益他有注意吗？对。尤其他过去他是一个等于说就是说闲云野鹤还没有官职的时候，对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就怎么讲呢？应该要派驻美代表的人去驻美代表最后跟美方要请他对这件事情做一个澄清要表达我方的立场。这个才是政府花那么多钱养了那么大的外交部门不是天天在那边做美国人的小弟，然后呢对美国歌功颂德的。然后去美国就想捞一点小便宜。现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我是提醒我们外交部门对这件事情要有所回应对，要有所回应，不能够让态度要拿出来。这个要美方澄清这个事情的话，他如果说这个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的话，那也是一个回应。我觉得这个不能够掉以轻心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出来，东北亚情势很快的在转变。那我觉得石破茂上任以后跟岸田文雄的这个整个东北亚策略尤其是日中关系事实上有了很大的变化。那石破茂他也可能想要推动，就是习近平将来去日本的访问，他也可能要去这个大陆访问这是象征的，就是说双方的关系的一个解冻。我想对于整个东北亚情势会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我想一定会有因为这个石破茂是从来不符合过去从安倍到这个岸田文雄的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这个论调的那所以这一方面的话，我们日本跟台湾的关系要怎么走？我觉得现在这个政府也都好像都不干自己的事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一个双方的沟通的管道那了解日本的政策的方面，这未来的走向，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那现在就是说，整个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世界都在变化，这世界都在快速的变化。那日本人在采取很多避选措施，我认为他们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那么强调中国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个都已经很具体的是针对川普上台以后日本怎么样先做避险，然后也超前部署。那韩国也是一样。那我看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政府事实上好像对这个世界的变化我们台湾不属于这个地球一样平行时空的随便就等于说别人说要把你的台积电炸掉，你也没意见什么都没有意见。那不晓得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除了尽义务替外国尽义务，我们有没有自己一点权利对不对？还要替美国加加油，所以这个是令人十分无法接受的事。好，来请教舰长。为什么美国一直想要拱火这个韩国以及日本呢？我们看这张图就非常清楚也就是说，我们来看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其实通通都是北约国家。那现在呢，我们这看到这红色框起来的就是乌克兰。那也就是说，现在等于就是已经把俄罗斯、中国大陆，然后全部围起来。那现在的缺口就是在东亚，也就是日本跟韩国的这个地方那但是呢，不过大家虽然这么讲可是你要有经济为基础那你确定韩国现在的政治如此动荡，那日本它的其实经济也不怎么样那可以这样支撑吗？那日本之前跟我们进行过这个兵推为什么推不下去呢？为什么只推到他们撤离这个西南诸岛就不推下去了呢？为什么？因为人家也不想打仗那至于马克宏说，哎呀，这个我们戴高乐号明年那可能会到日本做军演。我请大家回头看一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的2021年的前车之鉴2021年他还说我们明年一定要来，明年、后年、大后年
就是从2021年到2024年从来都没有再来过。为什么？因为来很花钱的那而不是说我就是把船开到这边而已，你一路上面通通都要进行各项的军演，各项军演就是在花钱了。那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大家讨论最多的也就是076。那076我们现在看到了，它其实是一个预估啦，因为我们实际上也不知道实际的它的排水量是多少，大概是5万吨。那我们对照一下之前的075，那075呢，它的排水量36000吨，果然在旁边看起来就像小弟一样。但是大家一定，我相信有很多的观众一定会想到说，那美国也有类似的装备，对，美国也有，美国美利坚号。那个美利坚级的，那它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稍微比一下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076的尺寸、排水量都比美利坚级的这一个2栖攻击舰大。美利坚级的这个2栖攻击舰，它是45000吨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来讲，现在076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2栖攻击舰了。那这个2栖攻击舰呢，大家都会认为未来会在哪里做军演？是在台海附近吗？那当然不是啊。我们看到当初075或者是071，它在哪里？它其实都在南海附近做操演。那我是有证据的我们看2021年，那他们175编队，也就是他们直接绕了那么从国际换日线一直绕进南海，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071，然后它里面直接的开出这个拐两6级的这个气垫登陆艇。那气垫登陆艇登陆了西沙群岛的珊瑚岛之后，直接的主战坦克就出来了。人家不断在练，我们在干嘛呢？这个是国防部跟我们的国安高层应该要想一想的，不要每天吹大牛，说什么台海附近又什么60艘的那个，用数字你就斗不起来嘛。也就是说，不如做点实事比较好。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这个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对内折腾，对外无能。对内把台湾折腾的够差不多了吧？朝小伟大。自从520就任到今天，半年都已经过去了。你觉得整个台湾是处在动荡的环境中呢，或者处在一个和谐可以运作的政治环境中呢？任期到现在为止一事无成，然后呢，天天吵，天天闹，天天不是讲鸟话不讲人话，就是讲雄语不讲人语。这个搞下去是对内折腾，把大家折腾的一塌糊涂。那对外呢无能，人家说要炸台积电来啊，没办法，就这样子但对外无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非常同意我们在政府要在这个上一定要表态。人家说台海有事，不是要捍卫台湾，是炸掉台积电，这个很精彩这个我还没听过有一个盟邦是这样说，你们有事的时候先把它干掉第二个呢？日本必须重新思考它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它要继续成为西方的一员，或者它要贯彻它过去的脱亚入欧，成为西方的一员，或者它要重新回到成为亚洲的干城。今天我才一直在讲中日韩3个，假如能够有团结结盟，或者各一个共同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它是亚洲最大的安定力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力量日本要不要选择？继续选择做美国的马仔？今天的命运就是如此。假若能够选择大家中日韩不要再脱欧入亚，成为西方的一员，成为整个的亚洲的一员的时候，我相信中日韩的命运会改变，亚洲的命运也会改变，我们的命运也会改变。至于第一岛链那我就告诉各位，那已经快变成历史的名词了。很简单，必然会成为历史。为什么？因为美国没有生产力了嘛。美国的军舰年纪有多大？中国大陆今天的海军力量有多年轻？而且它的生产力有多强？请问美国还有多少的攻击力量？至于要在台湾加油表示防卫，谢谢啦。这放鸡赛有生鸡卵的无啦。
来这边说我加油，然后我就走了，这表示对台湾的防卫，那这棒子不给在好人都在吵你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